這個是紅酒牛肉御飯糰，但是我覺得吃起來比較像蔥爆牛肉御飯糰，傳達鳳梨家球的理念跟精神，我覺得是不及格的，口感很好。少數吃到便利商店的烩飯裡面，它的蛋的口感那麼好，這算是我吃過便利商店便當裡面吃過最辣的。大家看到這種面就知道，這口感不可能會差的啦。大家好，我是 Jesse。那我們這集的話就要錄 Seven 這期的第2集影片。對，因為 Seven 這期太多產品了，我們就分2集幫他拍。對，那這集也會有一個小小的主題是，就是以有一個餐廳富錦樹為聯名的主要主題，當然不是全部都富錦樹啊，但是富錦樹的產品也是這期 Seven 聯名產品的重點之一。那我們就一一幫大家開箱介紹。第一個的話要介紹這一期的一個新款的面包是法式香頌面包。對，这個就是這一期出了一個新的面包，但是我覺得這看起來有點普通，就是普通的一個面包。就因為它是這期新品啊，所以我們也一併幫大家開箱看看。這是一個比較普通的面包，可以幫大家試試看看。這就是一個我覺得蠻香的奶油面包，但它其實它是沒有內餡的，它就是單純的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奶油面包，整體的口感是很好的。然後味道的話就是那種鹹奶油的味道，我覺得還算蠻刷嘴的。只是如果你吃習慣有餡的面包的話，這個你吃起來可能會覺得稍微沒有那麼有樂趣，或是沒有那麼好吃。但是我覺得不錯啊，因為我有時候喜歡吃沒有餡的面包。這個就是如果我再想要吃沒有餡面包，又不想要吃像菠蘿啊，或者說像什麼手撕包之類的話，這個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整體來講，我覺得如果你在有很多選擇的情況的話，你可能不會去選這個，因為有點太無趣了。對，就是一个普通的面包，算是一個非常基本款 Seven 可能基本款它不行的面包，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參考。再的話是這一期出的一個御飯糰，也是這一期唯一新出的一個御飯糰是黑胡椒紅酒牛肉御飯糰，它是這個黑胡椒紅酒牛肉御飯糰，我們幫大家試試看這個紅酒牛肉御飯糰。好，吃完這個紅酒牛肉御飯糰，我真實的感受可以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是紅酒牛肉御飯糰，但是我覺得吃起來比較像蔥爆牛肉御飯糰，就是它那種紅酒燉牛肉的味道，我反而覺得沒有，反而是很多的。像是胡椒味啊，或者說快炒的那種香氣、鍋氣。對，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我感覺錯誤啊，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我會這樣覺得，就是它有點像蔥爆牛肉，牛肉味我覺得沒有很重，因為我覺得紅酒牛肉就是要吃那個牛肉很軟嫩的部分，它牛肉有點像牛肉絲，就讓我會聯想到是蔥爆牛肉，然後辣味跟那個鍋氣有點太重，比較不像紅酒牛肉的那麼溫和的感覺，這是我個人覺得啦。那御飯糰本身的飯體就跟以往出的御飯糰一樣，所以這個就不贅述了。那在於對於內餡的話，我覺得跟它的品名有一點點不符，我覺得啦，我個人覺得，當然有可能我感覺是錯的啦，大家可以自己去試試看。我覺得如果是真的以紅酒牛肉的話，我可能覺得我會跳過，因為我覺得它太像蔥爆牛肉，不是我想象中的紅酒牛肉啦。大家可以自己參考一下。再來這個是這一期富錦樹，就是我剛剛前面有說富錦樹聯名很多品項的其中之一，它是鳳梨蝦球飯糰，對，我覺得也蠻特別的鳳梨蝦球。那我有問店員啊，這個飯糰是可以微波跟可以不用微波，就是冷熱都可以的啦，所以就大家自己去斟酌說你比較想要吃的是冷的還是熱的。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打開的話，它中間就有一顆大蝦仁，對哦，不止哦，可能2、3個啦。2、3個大蝦仁，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講，蝦仁看起來可以看到，我覺得算是有誠意，只是飯體是比較白一點的，不知道會不會比較沒味道。我們幫大家試試看看。跟大家講一下，它的話，它主要是底下是一層這種，我覺得屬於偏沒有味道的蛋炒飯，有點像蛋炒飯的飯體在最下面。但是我覺得這整個飯體，就跟御飯糰差不多，沒有太多的味道，就是一般的飯體，我覺得啦。對，然後中間的話，它有鋪，我覺得鳳梨蝦球的一個精神就是美乃滋，它在蝦子跟飯體中間有夾美乃滋，那這美乃滋是甜甜的，我覺得是蠻好吃的。然後最上面再鋪上可能3到4隻蝦仁，可能依照每個飯糰蝦仁大小不同去做變化。我這邊的話是3隻啊，我覺得那這3隻的話還不會算太小，但是我覺得蝦仁本身沒有很好吃，有點不脆口，沒有蝦仁就是應該有的那種脆度跟口感。對，它就屬於比較軟軟綿綿的，我覺得
不是特別喜歡這一種類型的蝦仁，可能放太久或是幹嘛，或是因為做成飯糰的關係。那我覺得它的名字叫做鳳梨蝦球御飯糰，我覺得鳳梨蝦球的精神，依照我過往的經驗，鳳梨蝦球的精神沒有做到我覺得鳳梨蝦球應該可能連炸衣，或者說蝦子外層的要有一層薄薄的脆皮，這個部分是沒有，它直接是蝦仁。那比較精華的是它美乃滋有做到，但是外面的蛋炒飯又沒有什麼，我覺得帶有鳳梨蝦球的味道啦。對，整體來講沒有鳳梨味，有蝦子跟美乃滋。對，所以我覺得就是一個蛋炒飯夾蝦仁的原型御飯糰，那稱上鳳梨蝦球，這個對於台式料理非常經典一道菜的傳承的精神，我覺得是沒有到的。我覺得对於一般人像我一樣，對於鳳梨蝦球的期望是很高的。那這個的話，傳達鳳梨蝦球的理念跟精神，我覺得是不及格的。對，所以這個的話，如果你是衝着鳳梨蝦球來的話，我覺得話你可能會失望。對，我覺得啦，如果是我的話，我會覺得有點失望，因為我期望值會稍微比較高一點點。那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斟酌。如果是我，因為鳳梨蝦球，我可能就不會再購買第二次了，給大家參考一下。接下來又是富錦樹聯名的這個剝皮辣椒雞燴飯，這次 Seven 跟富錦樹聯名的這個其中一個便當，那它是剝皮辣椒的燴飯，打開是這樣子。看起來就是可能是一個燴飯，不知道它主打這個剝皮辣椒怎樣，我們把它倒進去，幫大家試試看看這個剝皮辣椒的雞燴飯。這個剝皮辣椒雞燴飯呢，第一個我覺得它這個蛋啊，它給的比起一般我們常見的便利商店的加熱便當裡面的蛋啊，還來得厚很多，就是燴飯裡面的那種滑蛋的那個蛋啊，我第一次吃到這麼厚的蛋，就是当然不一定可能每一個，但是以它的蛋來講是很厚的，口感很好，少數吃到便利商店的燴飯裡面它的蛋的口感那麼好。然後還有這一塊雞肉，這個雞肉也是超級軟嫩，它燉到很嫩很爛，我覺得入口即化，很好吃。然後該有的剝皮辣椒的辣味，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就是名副其實的，它就是會有一點辣，所以你怕辣，至少是中辣左右等級，沒有到很辣啦，那就是中辣左右。會怕辣的，大家可能自己要小心一下。但這個話，它的辣味很夠，雞肉也很嫩，然後蛋很好吃。這個算是我這一次富錦樹聯名的 Seven 的款式裡面，我覺得算是蠻好的一款，蠻厲害的一款，是我覺得還蠻滿意的，就是很好吃，就是會讓人家想要回購的一個便當。那雖然它在包裝上、外表上看起來平平無奇，我覺得好像沒什麼，但是整體吃起來各方面，我覺得都蠻優秀的，对，都蠻出色的。所以這個剝皮辣椒雞燴飯啊，就是不管是味道跟雞肉的軟嫩，我覺得都很值得推薦，大家可以去買這個。下一個是這個是星級饗宴的，它跟美福大飯店聯名的這個催淚蛋親子丼飯，又是一個丼飯。對，剛剛那個是燴飯，這個是丼飯，其實也有一點點雷同啦。對，它就是你可以看一下，中間有一個這個蛋啊，然後中間那個蛋裡面還有好像有肉的感覺。然後他說這個是催淚蛋，是很辣嗎？是吃了會想哭嗎？也不知道，我們來試試看看。這個道丸是這樣子，我覺得有一個完整的蒸蛋，再加上它的醬，對，看起來它聞起來確實比前面那個辣蠻多的哦。對，我們先來吃吃看這個蛋的口感是什麼。這個可以跟大家講一下，第一個是它的話辣度大概在8到10分的，就是大辣等級的哦，所以這個算是很辣的便當。我覺得以便當來講啊，當然市面上的其他很辣的有比這更辣，但是以便利商店的便當來講的話，這算是我吃過便利商店便當裡面吃過最辣的，所以大家自己要小心哦。對，這個是蠻辣的。但是像它這一塊整塊的烘蛋啊，其實是蠻好吃的，口感也很好。剛前面那一款的那個滑蛋已經夠好，那這個的話，因為它是主打是整塊烘蛋，這個催淚蛋，對，所以一定會更出色一點。那整塊蛋是蠻好吃的，然後再加上它裡面有填這個滷肉啊，然後甚至還有另外旁邊的雞肉啊，其實這個肉也都跟前面一樣，入口即化，很好吃。整體的話，我覺得這個催淚蛋丼飯也很不錯，也很滿意。只是它的辣度真的很強哦，以便利商店來講算是最強的。但是如果以不怕辣，像我的話就還好，還可以接受。整體來講，評分也是很高的，很好吃，味道也很香，很夠。雞肉還有蛋口感相對的也都很好，非常好。
所以這個我也蠻推薦大家的，這個催淚彈丼飯。最後的話是這個跟太和殿聯名的這個椒麻風味烤雞拌麵，椒麻烤雞拌麵這個啊，它這個麵啊，它是使用這種寬捲麵，那附帶一提啊，這一次的這幾個便當啊，全部都是跟辣蠻有關係，因為這個也是椒麻烤雞拌麵這樣子，幫大家試試看看。這個辣度的話，大概就是中辣而已，就跟第一個差不多，可能比第一個再不辣一點點。雖然它也可以看到很明顯的辣椒跟它的麵的顏色也是有點混過辣醬的顏色，但是我覺得整體辣度沒有第一個高，就是中辣，差不多啦，跟第一個差不多。然後大家看到這種麵就知道，這口感不可能會差的啦，因為這其實在以往的便利商店的一些拌麵裡面有出現過，就是這種寬捲麵啊，口感就是很彈牙，很好吃。對，所以這就不用多說了。很多人甚至看到這個拌麵這種捲麵啊、寬捲麵啊，基本上就會買了，因為我覺得還蠻好吃的，這個就不贅述了。但它的雞肉啊，我覺得它的雞肉可能是他們前面的2個便當的雞可能是用燉的，這個是用烤的，所以相對的沒有前面2個那麼軟嫩、那麼入口即化，它屬於比較硬一點，稍微更有彈性一點，但是不會到很乾柴。但是跟前面2個比起來，確實會沒有那麼多汁啊，前面2個真的是很多汁又入口即化，对。但是相對的如果你喜歡不要那麼軟絲軟的話，這個話或許也是一個你不錯的選擇。整體來講，我覺得也是很推薦的便當。其實這3個在辣味中辣等級以上的便當，這3個便當我覺得都很出色。最後一個我們要開箱的是他們這一期一個我覺得蠻特別的壽司，是南蠻炸雞雙響壽司，它是這樣子。它總共有5卷壽司，那它有2個是就是炸雞壽司，然後還有一個是普通的一個類似卷壽司、花壽司。我們就幫大家試試看看這一次的出了這個壽司。這個裡面分成2種壽司，一種是普通的夾玉子燒的那一種壽司，一個是夾炸雞的壽司。那夾那個玉子燒的那些壽司，我覺得就很普通，那就是普通的一個壽司，我覺得就是為了湊數量的。對，它總共有5個。然後2個是炸雞壽司，但是我覺得這個南蠻炸雞壽司其實蠻好吃，蠻日式的。它就是真的，一般你們在日本料理店，有一些日本料理店，或者是你在日本有吃過南蠻炸雞，其實跟那味道就是完全一樣的。我覺得以炸雞壽司來講的話，還蠻出色的，跟一般的南蠻炸雞的那個口味、口感，還有肉的軟嫩度，就幾乎一樣。我覺得做得很到位，只是旁邊有3個來湊數的，所以你就自己去斟酌說要不要去買這5個，那其實也不難吃啊。如果將來要買的話，我會選擇買直接我自己喜歡吃的御飯糰或是手卷。对，這個的話，因為太多湊數，我會覺得如果是我可能會選擇跳過。不過這也是這期的新品啊，就是如果你要去野餐，或是你要準備自己的午餐，沒有辦法吃快速解決的話，這個我覺得也是蠻恰當的。只是有幾個是我自己覺得還好的，那炸雞還蠻好吃的，所以這個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那我們這集 Seven 第2集的影片也到這邊結束了。那這期 Seven 影片我們大致上都開箱完成了，大家有需要有喜歡的話，也可以都到各大 Seven 去購買。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了，謝謝大家。